在藏传佛教呢，有一个关于极乐世界的传说啊。在西藏雪山的北部的深处呢，有一个叫做香巴拉的神秘国度。探寻人间的乐土是神话中最古老而悠久不衰的话题。那么在1932年呢，詹姆士·希尔顿的小说《失去地平线》呢，就是描写西藏北部神秘理想乐土香巴拉的事迹。西藏的人都相信在北方的雪山之中神秘的王朝就是香巴拉王朝。那为什么香巴拉王朝至今尚未被物质科技世界的人类所发现呢？西藏的僧人说这是因为时候未到之故。整个王朝呢是被神秘的咒语保护着而隐形了起来。香巴拉王朝呢保存着释迦摩尼最完整的教义，将于第25世国王那个时候公开普传于地球之上。那时的时间呢约为公元2600年，全世界呢将为香巴拉王朝所统治。在这个故事中还真有人找到了香巴拉并进入了其中，最后呢又回到了现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进入西藏香巴拉传说。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释迦摩尼呢曾经就预言过我们这个时代以后呢将逐渐接近黑暗时代。因为人性暗淡，以科技物质和享受欲望为主的时代呢，同时也会感受到强烈的憎恨、欲望、物欲、感情冲击，而且呢整个世界也会越来的越乱。由于物质文明的科技大量的进步呢，整个世界呢将渐渐的不受控制。根据班禅喇嘛六世所写的通往香巴拉王朝的指南一书上面就说这人间的佛国净土正位居于西藏的北方，要前往香巴拉王朝则必须通过大沙漠、高原、高山以及天寒地冻的雪山，并遭遇沿途之恶鬼恶魔之侵扰和阻碍。要通过这些崇山峻岭大江大河之天险等，必须靠修持无上秘法而成就大神通之力，以及诸佛的护法来保护你。你也必须与十轮金刚的法结缘，方可到达香巴拉王国。就算你依据班禅六世的香巴拉指南之书它上面的路线找到正确的位置后，你也必须平时就修炼精神世界以及锻炼身心，而使得物质化的肉体蜕变成精神体的纯洁生命，则您方可进入香巴拉王朝的净土。也就是说，这个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嘛。而无独有偶呢，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一位叫做图尔的西藏僧人和他的12名门徒就一起探索通往了香巴拉的道路。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香巴拉是一个极乐的世界人们普遍认为香巴拉的入口是西藏的神山冈仁波齐峰，而图尔呢则带领他的门徒就前往了一个叫做西京的地方。为何图尔如此的肯定香巴拉的入口在西京呢？这是因为他的住持师傅破解了一个远古的预言。预言上就说，在时间的黄昏，坏的世界呢将要结束，整个世界将成为仇恨、欲望和妄想黑魔的臣民。人们呢将会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将死于饥荒、战争。那个时候呢，宇宙的元素将变得非常的不平衡。当糟糕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一个珍贵的隐秘之地呢将保护人类。那这个呢就是预言最重要的一点了。那这个预言呢在西藏的僧人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预言中提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中央的一个地区呢叫劳霍。在8世纪的时候呢，印度的僧人受藏王之邀呢，将佛教就带到了西藏，曾经经过了这里，而在这里呢留下了什么东西。那说到图尔呢，他也真是个传说图尔于20世纪20年代生于西藏，幼年时呢曾被派往一座大寺庙修炼，最后成为了方丈的亲传弟子。他的胆识和精神在寺庙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经过了一连串的考验呢，图尔20多岁的时候师父多杰就赐予了他淋巴僧的名号，从此他就有了当这座寺庙住持的资格。后来呢，他的师父多杰对图尔说呢，自己要动身前往西京了，开启香巴拉之门。那这条路呢很艰难也很凶险，一不小心呢有可能就丢掉性命。那多杰只希望图尔呢能够在他回不来的时候接替自己的位置，于是图尔呢就同意了。果不其然，自己的师父离开之后呢，便没有了消息。多杰呢带着数十名弟子离开却无一人回来。只有一封书信呢托人带了回来，说是多杰呢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图尔小年纪就当上了寺庙的住持。他还计划着怎样才能够找到香巴拉，来完成师父的遗愿。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专心的寻找香巴拉的大门。不过他也不敢肯定自己就是那个开启福地大门的高人。终于在一次打坐之中呢，他有所领悟当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开启香巴拉大门僧人的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了。在接受启示当中呢，他就详细的画出了一张通往香巴拉大门的地图。而这个大门呢，就在世界的第3高峰的冰川之上。
在1962年秋季呢，图尔就踏上了寻找香巴拉的旅程。他和几十名门徒离开了寺庙，就开始攀爬冰川。一路上呢，他们都在做祷告，同时呢，也在不停地确认冥想所指引的路线。正如之前所说呢，开启香巴拉大门不但要找对人，还要找对时机嘛，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呢，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就在半山腰呢，图尔在一个山洞里面他们停了下来。按照他地图上的指示呢，只要再穿过这个山洞穿过一个小峡谷，爬上山顶呢，就可以抵达香巴拉之门了。可是坏天气来得太快他们一连尝试了19天，依然一无所获。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食物已经吃的也差不多了。于是这个图尔呢，就让徒弟们都在这个山洞里休息，他自己带了一个徒弟去探探路，尝试着从另外一条路看能不能爬到山顶。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真的他们爬到了山顶。那到达山顶之后呢，他们就看到了冰川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窗口，窗口的后面呢，就是一片美丽的自然景观，就好像突然之间会被传送到另外一个空间的一个入口。然后呢，他们又在那里听到了一个美妙的音乐声，又看到了有红色的生物在里面走来走去。当他们一走进去这个窗口之后就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寺庙出现在眼前。寺庙的大门的两旁呢，各有一座宝塔。只见4个身穿红色罩袍的高僧呢，就迎了出来，脸上呢带着和谐的笑容，嘴上就说道：“欢迎来到香巴拉极乐世界。”当他们跟着众人走入了山门之后呢，就看到了一条长廊，长廊的两旁种满了不知名的奇花异草。而这条走廊呢，一直就延伸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这时候高僧呢，就会递给图尔一杯水，让他喝下去。图尔一口喝下之后只觉得一股清香扑鼻而来让人神清气爽，而且所有的疲倦呢一扫而空。一路上的风景秀丽白石铺成的大道，富丽堂皇的黄金铺地金光灿灿的塔楼，无数的奇花异树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过没过多久呢，他们就到了一条河边，河边他就发现有一个桥，而这个桥的中央呢是悬空的，没有两端。图尔就心中想这可怎么办呢？而带路的高僧呢，就立刻这时候开始念咒语了。结果那座桥顿时就发生了变化，从桥的中央一直延伸到了两端，直通两岸。桥上呢悬着5颜6色的珍珠灯，宛如一条美丽的彩虹。所以高僧在旁边就笑着说道其实呢并非是桥不在，只是因为你们的本性呢被业障层层包裹了，才看不见嘛。当你们诚心念咒的时候，业障就会烟消云散，你自然呢也就看到了桥。于是他们上了桥，到了桥头呢，两个人的速度就跟腾云驾雾一样快，四周的美景飞速倒退。很快呢，他们就来到了一座恢宏的宫殿面前。那这个宫殿面前呢，有10多个身穿红袍的高僧也站在那里恭敬地向他们行礼。他就发现这里的境界比之前那里要高出一个层次。一座座灯火通明的楼台呢，一只只奇珍异兽齐声高歌。一座座宝塔和一片片金沙，以及一排排散发着淡淡金光的树木它们之间还有各种飞鸟在飞舞。于是高僧带领他们就进入了城市中参观。在这里他们就看到了美丽的公园以及有规律的建筑结构，四周还有双层的雪山围绕，分成了8个区域，有如8叶莲花的状态。香巴拉的国王呢，就居住在国境中的中央大殿之中。他是一位大菩萨转世，教导弟子呢修佛礼佛，同时呢兼具领袖之地以及教授佛法导师之身份。所以香巴拉王朝之中，居民们都不执不迷无欲。香巴拉的居民呢，各种食物乐趣都不缺，丰饶无比，拥有大量的金银珠宝，生活呢平安祥和，无人犯罪。所有的居民呢都遵循智慧而生活，皆达到了修行最高层的境界。香巴拉的居民的寿命大约200年。那么在这片净土当中也正是保存着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有的佛法最完整的地方。而香巴拉国王的衣饰呢，就是受到了释迦佛的10轮金刚无上大乘秘法而寄生成就的。高僧就说香巴拉的子民呢，并非4大假合之肉身。从第一世国王受到释迦正法以及无上秘法以来呢，于2000多年前呢，整个王国内的人民的生命呢，就大量的在进化。到了现在呢，每一位香巴拉人民呢，都已经修炼成了彩虹之身，就如彩虹一般轻盈薄雾。且香巴拉的人民呢，身上都会发光。带领他们的高僧还介绍呢，香巴拉的王朝总共有6个王朝，而现今呢，属于第1个王朝中的第21世国王。到了第25世国王的时候呢，香巴拉的王朝将走出自己的国度，而将佛法传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高僧说，你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如果到了公元2500年的时候将会被一个科技以及经济的强权所统治。由于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在减劫之中了，
因此呢，人类的平均寿命并不因为科技的文明的增长而增长，反而呢会逐渐的减短。那各种的病毒泛滥、大地环境的污染，只因人类长期重视追求物质享受，忽略了积德行善嘛，故而共业之感召呢。未来呢，将会有数以百千种比艾滋病毒更厉害的病毒扩散全世界。再加上天气反常、温室效应以及种种刀兵灾劫恶业之感召呢，而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会越来越短。但是人类还是沉迷于物质科技，每个人虽然带着肉体呢，但好像都没有灵魂似的，如机器人一般，精神上陷入了极大的苦痛。且人类好斗以及侵略的劣根兽性呢，更加的加深了。到了香巴拉王朝的第25世的时候此时人们所称的香巴拉净土将被公元2500年以后的人类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类便用极其先进尖端之科技做的工具呢，以掠夺凶残的原始本性为思想，发动战争，数以万计或百万计的军队呢，将侵略香巴拉王朝。但佛陀早于住世之时呢，就已经预言了3000多年后整个世界的这种大工业。所以香巴拉王朝于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以抵御外面的野蛮民族来侵略、抢夺金银珠宝等耗尽。所以全香巴拉子民呢，早就已经修炼成了彩虹之身，任何物质的科技的都不能够伤其毫发。而且呢，他们也集体修持了非常多的降服物质科技的秘法咒语，准备用来对付外面科技的世界，并解救全人类的心灵生命。在第6代班禅喇嘛所写的《香巴拉王朝指南》一书中呢，有一段对最终战争的描述上面写的是100万雄兵兮色彩缤纷，40万大象兮愤怒狂奔，黄金战车载满了战士武器，齐赴大战场兮英勇莫敌。香巴拉王朝受到释迦牟尼佛的托付呢，将于佛入灭3000年之后呢，人类最需要佛法之时将佛法普传于地球，并解救心灵黑暗以及纯以物欲为中心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以及众生。那么香巴拉王朝的神兵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人类地球上的核子试爆、太空科技以及生态生活等等。每每欧美或者是苏联有新的武器试飞的实验的时候呢，香巴拉王朝呢都严密的监控着。而我们的地球上的人类呢，常误以为那些神秘的发光体呢，全都是外星人所驾驶的不明飞行物。其实呢，高僧说有一部分就是香巴拉王朝的飞行器。虽然呢，香巴拉王朝采取开明的统治，但于宿世中呢，没有与佛法结缘或者是断灭种姓之人呢，在香巴拉王朝里面还是会感受到很痛苦的。而现今呢，虽身处于物质充斥的时代，可是还能够同时亲近佛法之人呢，将会得到大解脱以及幸福。在藏密的第1位祖师莲花生大师呢，就曾经预言过，于人类开始大量使用金器、铁器、铜器的时代，且飞行工具普及、物质科技到达顶点之时呢，将是密宗开始兴盛之日，并会普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全世界的人类呢，也会普信正信佛教。这一段预言呢，应该指的就是公元2600年以后了。而香巴拉王朝呢，与物质科技世界战争之后呢，全人类共业导向了光明的世界。在参观完香巴拉城市之后呢，高僧就邀请图尔和他的弟子留下来，机会难得。但是图尔呢，他们还是拜别了高僧，两个人又返回到了洞穴之中，因为他们准备带领剩下的弟子一起返回到香巴拉。但是回到洞穴之后呢，图尔一个人在这个洞穴的一块大石头上打坐的时候他仿佛就获得了新的启示。当时有一道白光从天而降将图尔包裹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呢，所有的异象消失不见，弟子们都过来问图尔，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图尔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次日呢，他又一次带着所有的弟子们再次登顶去往香巴拉的时候，此时天气晴朗，就在登上山顶的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呢，他和3名弟子走在前面，4人呢在积雪中奋力前行，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一场大雪崩，将图尔掩埋在了积雪之下。当其他的徒弟把他打捞起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命呜呼了。这一趟香巴拉之行呢，以一个惨烈的结局收场。有人说是图尔将其他的弟子都带了过来，让他错失了机会。也有人说呢，图尔的一些弟子呢根本就没有福德，无法进入香巴拉，所以才会发生大雪崩。不过自从图尔去世之后呢，香巴拉的消息就再也没有在人世间出现过了。那么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制作视频不易，请大家多多点赞、留言以及转发我们的视频哦。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请一定要点击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因为有时候系统不一定会推给你。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